你有多久没来平林老街了呢？这条曾经热闹非凡的老街，因为雪隧开通后渐渐沉静，再加上疫情影响，一度快被大家遗忘。但这次的一日游让我们完全改观。这里不仅风景秀丽，还拥有深厚的茶文化，几乎所有料理都能巧妙融入茶香。好山好水孕育出优质食材，再加上手艺精湛的厨师，让每一口都是惊喜。更别说还能在超过160年的石头老屋里泡茶、享用点心，感受岁月静好的美好时光。就连老街、小店、市集都充满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平林不该只是匆匆路过，而是值得细细品尝的宝藏小镇。我们今天来到平林，第一站呢，先来茶叶博物馆。因为呢，我们想说先了解一下这边，然后等一下才知道，我们逛起来有什么好逛的，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觉得我们蛮幸运的，来这边呢，发现说，现场有在办活动，然后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有出国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今天非常的特别，说山神请客，所以呢，入门票，就是入馆是免费的，然后不然的话呢，其实门票是要80块。不过因为我们是新北市居民，按照凭证件也是免费的。我看到这样子啊，还以为是什么花卉的展览，结果走近才发现说它是一个一个摊位，真的很有那种泰国市集的感觉。我们今天太幸运了，竟然碰到1年1度才有的活动，然后这个活动叫做茶山聊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些摊位，其实它都是卖一些跟茶有关系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摊位呢，它叫做打包金瓜寮。那金瓜寮我们一般都会想到金瓜石，可是它其实跟金瓜石那边没关系，金瓜寮是平林这边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他请我吃一个秋海棠，然后沾上这个糖粒，他说酸酸甜甜的，我来试试看，特别。帮我沾一点，我来试试看。问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紫花做姜草？没有。紫花做姜草的筋吃起来就是这个感觉。这吃起来甜甜啊，没有，它因为有沾糖，不然吃起来是甜甜的嘛。真的，它本来的那个筋就是有一点酸酸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你再加上糖呢，去把它的滋味综合一下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那他们就是运用这样的食材呢，去做一个特色，然后去做饭团什么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这个筋吃起来蛮像莲雾给你的那种感觉，水分很够。今天在卖这个饭团，把整个金瓜寮都包在里面了。这边一大早就可以开喝了，把茶融入在调酒的元素里面。那这边其实来设摊的呢，都是在地的这个茶香青农。环境超好，花草树木围绕，然后它在里面呢摆这些摊位，看起来就特别漂亮，特别舒服。然后像这个摊位啊，它卖的是水晶啊，跟这些花草树木呢相应，就觉得哇，那个很有感觉，整个灵气都上来了。我好希望这个市集是定番的，对吧？每一周都有的那一种。刚好这个场地啊，很像一个伸展台，然后所以在这里设摊的品牌呢，他们就把这里布置得很像展览一样。他们主要是在展一些原矿的东西，然后里面放了很舒服的音乐，来这里真的就觉得，身心灵得到疗愈了。我觉得这个品牌的这种布置真的是非常厉害。这个品牌在这边，然后他们有 IG 欢迎追踪。进到茶博物馆的里面啊，我们很久以前来过一次，从前对它印象呢就不怎么样，就是觉得竟然参观蛮无聊的。可是现在呢，很久没来了，觉得里面变得完全不一样啊，声光效果多很多。完全不是我们以前看的那个样子。像这个展间啊，它就是有展览了一些各个朝代跟茶之间的文化。像我们以前在看那种连续剧啊，什么《还珠格格》之类的，就可以知道说，那个乾隆皇他喜欢喝哪样的茶。虽然说那可能不是史实啦，不过我们也从里面知道了很多各地的茶种。我跟你讲，你看后面是超有趣的，是这种唐代的那种3D 建模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们最近在看那种就是唐装的剧啊，就觉得那个真的妆容就是一模一样的。
哦，这里的茶具啊，非常的精美跟繁琐，想必啊，当时的环境一定非常的繁盛安定，不然你想想看哦，淘面都来不及了，然后喝一杯茶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功夫。我们现在走到另外一边，刚刚那边呢是东方的饮茶文化，那这边就是西方了。像我现在站在这个画面前啊，它是用油画的方式让两个人物去对话，然后讲解茶的历史给你听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趣。始终告诉我们，英国人一天要喝8杯茶，这些是他们喝每一种茶的时机。然后呢，我就看了一下，发现他们睡前要喝茶，起床也要喝茶，但是他们睡前的茶是在凌晨12点的时候，然后起床是在早上6点，他们只睡6个小时就够了。这是茶饮。他们一天喝8杯茶都不会睡不着吗？所以只睡6个小时是这个原因吗？我跟你讲，比他们更不能睡的人是喝咖啡的人，所以他们觉得还好。OK。好熟悉的味道哦！这边展示的呢，全部都是唐宁茶，它把它放在这种气瓶里面，那你压一压呢，它的那种茶的香味就会冒出来，跟我们在家里泡的那个味道啊，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这个蛮好玩的哎，大家集体创作啊，然后来做一首茶诗。然后目前看了一下，觉得大家的集体创作还蛮可以的哦。一般在戏剧里面啊，看到这些皇朝他们在喝茶的时候都喝清茶，可是问题是呢，这个满族他们其实是草原的民族，所以他们其实到这个皇宫里面的时候，还是保留了喝奶的习惯，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喝奶茶的。更早在喝奶茶。对。太单调了，一定要配点点心。像这边呈现的就是宫廷点心，我们在外面其实有吃到一些，像这个驴打滚啊、芸豆糕，都是我很喜欢的。我们下到地下室来，然后这边呢展示了一些茶器啊等等，还有就是器物的起源。然后我们来看到一些它的互动展览哦，还蛮有趣的。我们来让它动一下，那个抽屉自己动，是不是有点太灵异了？好好玩哦！茶叶跟茶器呢，一直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就算在古代，他们就是贸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因为茶叶很轻啊，从前都是使用船运嘛。那如果船的重量太轻的话，你大风浪来的时候呢，船是容易会翻掉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会同时跟瓷器呢一起运送，这样子呢又有重量了。然后再来是茶叶，你填充到瓷器里面呢，又能够做一个缓冲的作用，可以减少瓷器的破损。所以你看啊，不管是运茶叶还是运瓷啊，他们把两个东西呢都装在一起，各自发挥作用，互相保护对方。这是茶壶，超大超高的，它比我还要高，不，比你还要高哎。那到旁边的体验馆来，然后这边呢也有蛮多互动的这种展览啊，像这边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茶牌呢放到感应区，它就会告诉你说，这个茶是什么样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看得到、摸得到茶叶的样子，闻得到它的芳香。其实这边带小孩或是大人自己玩都还蛮好玩的。我觉得80块的话，要门票，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。可惜这么有趣的市集只有这2天才有，不过在这边设摊的店家呢，其实都是平常老街那些店家。那所以如果你在这边看不到这些特色的话呢，你可以到老街去，一样可以找得到。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逛逛。我们现在在平林拱桥的桥头，我们身后呢有非常多的鸟。那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很有趣，它在 Google 上面呢是有一个打卡点的，就是它叫做平林区平林拱桥黄头路小白鹭夜鹭赏鸟景点，而且啊，它还4.6颗星哦。我跟你讲，前几年还没有这个打卡点的时候，我爸说哦，这个鸟多到不行这样子，这真的很难得，因为你真的要。气候，然后土壤非常的好，水源非常好，才有办法聚集这么多，而且他们全部都互不干扰的在这边呢。而且难得的是，你形成了一个地标之后呢，他们就真的一直都在这边，然后让你来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到。我觉得这还蛮难得，虽然说你听起来看起来蛮废的一个点，其实蛮厉害的。这随便一看，应该有上百只、上千只哦，上千只有点夸张了。
我现在来到坪林老街，那其实这附近的区域呢，我们拍过了很多地方，发现说，其实这附近的老街的行程啊，都跟淡蓝古道是有一些关系的。他们就是位于在这个经济要道上面呢，所以就是变得繁荣兴盛起来。我们之前在疫情的时候，其实很常来坪林老街这边，可是当时呢，就是觉得说，好像有点蛮无趣的。但是现在经过疫情之后呢，好像蛮多返乡青年就回来啊，就变得让这个老街呢变得蛮有看头、蛮有意思的。像这种很多的老宅啊，它现在都变成可以吃茶点的地方啊。你可以在老宅下面吃茶点，感觉真的蛮好的。这里是福长商号，那其实呢，整个条老街上面有蛮多那种茶叶特色的小点，那我们就是挑了一家。那我们刚刚在市集上面呢，其实有看到很多这种特色小点啊，但是我们都忍住没有买，因为呢，大家平常来是没有那些市集可以逛的，所以我们就到老街这边来吃了。好，来吃吃看。这一颗是椰香芋头，外面撒满了椰丝呢，里面是包芋头的。重点是它那个麻薯的本体是有茶的揉在里面的，好吃，它整个非常的柔软，然后甜味我觉得也是算是适中，不会太甜。里面的芋头非常的绵密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它的椰丝其实香味也是还蛮足够的。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喜欢吃椰子的人才适合啦。刚刚老板跟我说啊，他做这个，因为它整颗是很柔软，所以它外面放一点椰丝，给你一些那种口感，然后香气。我觉得这个蛮聪明的。再来这颗呢，它是红豆口味的。那我们可以从外面呢就可以看到茶叶的痕迹，它是把茶叶磨成粉，然后再混到糯米里面去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不这样讲话，你真的会以为它是超阿贵，那个做法是不一样的。它是麻糬的外皮其实非常软，大概就只是比内馅呢再多一点点阻力而已。然后它里面的那个红豆啊，也是非常的细致，我觉得很像传统糕饼我们会吃到乌豆沙的那种口感。没错，我好想要在里面塞咸蛋黄哦，一定超好吃，一定超好吃，大家可以纳入建议哦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个麻糬外皮非常好吃。如果是我会想要单吃外面的这个麻薯，没有包内馅的。我觉得这在别的地方吃不到，来这边一定要试一个这东西。Hello, baby. Hello. 这一家是良心馒头，它的包子馒头呢也都是有茶叶的特色在里面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把它剥开，好实在哦！这边的馒头超有趣的，而且我剥开就觉得它的质地很行啊。这颗呢是茶叶酸菜包，我今天本来想要来买肉包，可是肉包刚刚卖完了，那没关系，酸菜包我也很喜欢。他们这边包子皮都绿色，因为也是把茶叶揉进去了。对，哇。其实它那个茶香啊，并不是非常浓厚的那种，因为自然的东西味道一定不会太重。但你如果细细的品尝，然后细细的闻啊，它是真的有茶叶的清香。它是从你的鼻子这样子慢慢的散上来的。我跟你讲，这颗后劲很重，因为它的辣度非常的，我觉得算是偏高啦。然后到酸度倒是还好。可是它那个内馅超级好吃，那个辣也非常的香。然后它的面皮啊很 Q 很 Q， 而且是有湿润度的那一种。通常我们吃这种有辣的东西会带咸，它没有，它带的是一种清香的辣，很神奇哦，不是咸的，很好吃超好吃，我自己觉得。然后里面包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，我觉得很实在，大家一定要试一下。来吃这个茶叶馒头，这个茶香味就非常的重了，因为它没有其他的调味在里面，所以你可以更明显的吃得到它的茶叶的香味。就好喜欢哦，我反而比酸菜包更喜欢一些，因为它的那种茶的味道啊，真的是很清香，很清香。我很喜欢它酸菜包里面的辣，哇，非常的香，然后不会咸，可是很香。
这一家呢叫做阿姑出卡贵，出卡贵薯曲果，然后其实就是超阿贵啦。然后阿嬷说它的薯曲草都是自己种的，然后吃起来呢是比较细致一点。我刚刚在旁边，他就放了一盒那个薯曲草在里面，是不是？来吃吃看，吃吃看。它是 Q 的，就是很黏，我打不开了这样。对啊，这个吃过的人一定都会说好吃的。它那个皮啊，真的非常的香 Q， 然后再来里面的内馅也是一样。然后阿嬷刚刚说，昨天有一个人来买，然后吃了一个，回头又来买了。就来阿嬷这，阿公这边买。好，来阿公这边买。我自己很喜欢这种的，它的 Q 度我很喜欢，它算是蛮 Q 的。然后我对这种东西啊有一个很大的要求，就是它必须要有点凉凉的，因为有一些做的温温的我就不喜欢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间它的评价很高，但是它的评价数不多。那我主要是看到有一个人评价上面写说，这个萝卜丝的馅料啊，有一点点鸡汤的香味，所以我才来的。它真的是非常的香，那个皮也非常好吃，单吃皮就好吃到不行。它皮是厚的，但我喜欢，因为我就是喜欢吃它那个皮，而且那个口感很好，大家一定要来试一下。哇，好 Q 哦，你看。对啊，哪有吃得都有这样 Q 啊？阿嬷很活泼哎。我们现在来到老街中心哦，是坪林的宝瓶宫，这个是当地最早建立的庙宇呢，也是坪林这边当地的信仰中心。它建立的很早，在清同治元年的时候就有了，距今大概是163年前左右啊。宝瓶宫供奉的神明有很多，那其实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张公圣君，就是我们在讲的法主公啊。以前我常常都听我阿嬷讲化主公，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就在大稻埕那边的庙宇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化主公呢，他是樟脑跟茶商业的守护神。然后以前呢，在大稻埕那边曾经发生瘟疫啊，那就是因为茶商呢就祈求这个法主公之后呢，这个瘟疫就平息了，所以后来才演变成说，茶商啊都拜这个化主公做他们的守护神。我们看到评论上啊，很多人都推荐说你一定要上来2楼走一走，因为从2楼看下去呢，你可以看到老街的景致。那我觉得现在挂了灯笼，配上香炉啊，你可以拍一张那种照片，真的非常的有意境。这间庙对游客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可以借厕所。这一间是滴滴香茶行，我本来是想要来买个茶香冰淇淋，结果看到它有卖很多的伴手礼，然后老板请我试吃，这个叫做云梅酥，其实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雪花酥、雪花饼。这个创立于1951年，70几年呢。然后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老宅。这个好吃哦。我刚刚吃下去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特别，就越咬它的茶香就越释放出来。试吃一个，这个叫做茶心酥，我觉得它看起来非常的熟悉，很像贡糖之类的东西。说这是他们卖最好的品相，我觉得很好吃，买给长辈当伴手礼非常的适合，也是茶香味很浓厚，所以它很好咬就对了。这间除了卖茶叶之外呢，它也有卖茶杯、茶具之类的，所以如果有喜欢的人也是可以来这里看看的。吃一下它的茶香冰淇淋，这个是琥珀乌龙茶。那老板说他们制作其实是一批一批的，所以偶尔会换一下口味。这个还蛮浓郁的，我有看到评论好像说什么茶香味没有很浓郁，那个人味觉可能坏掉了。因为他可能平常吃到是那种抹茶很苦的那一种，对，所以他就会觉得这种感觉，但其实这个茶香会非常的浓，但是不是带很苦的。对，它口感蛮温润的，有茶香，可是不会苦。对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这里是幸福小厨，刚刚滴滴香的老板推荐我们过来，它其实是他们家的。那他说这家店呢，它其实是一个170年以上的老房子，然后它是一个石头厝，里面还蛮宽敞，真的很漂亮。很多人都说啊，它是为了要拍，为了要吃这个幸福小馆才来坪林的，这么特地的来这样子。然后里面真的很漂亮，我觉得
拍拍照打卡，或是在这个百年的石头屋下面吃饭，应该还蛮不赖的。我觉得来这个平林老街啊，感觉非常的不错，因为从交流道下来其实不是非常的远，然后现在今天是假日，其实人潮也不是很多，逛起来很悠闲，然后整个街景呢也是这样整整齐齐的，因为它的招牌其实都统合过了，逛起来特别舒服。我们现在来到老房子里面喝下午茶，这间叫做品仪茶果子。那我们刚细问之下呢，才知道说，其实一路下来啊，这边的石头屋啊、房子啊，都是160年左右的年代，到170这样子。对，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宝瓶宫呢，这边的信仰中心呢，年代是差不多的。那他们是在那个信仰中心成立了之后呢，然后慢慢的，人潮就聚集起来了。其实就是跟着一起建的这样子。然后当初这边也是很发达的地方。我们先来喝个茶吧。好。这2个杯子呢，一个是茶杯，一个是蚊香杯。其实我们以前都有稍微的用过一下子。然后它的做法呢，就是你先把茶倒到蚊香杯里面，然后呢盖一下，对，然后过来。那你就可以在这个蚊香杯里面呢，去闻这个茶的香气。怎么样？有香气吗？有茶的香气有。我们今天点的是坪林最有名的包种茶，来试喝看看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喝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算是夏天来不用怕，因为它一样可以做冰的。不过我们刚刚有询问过老板，他还是建议喝热的，最能够品尝得出它的茶香。来到这家店呢，一定要品尝就是他们家的蛋糕，像这一颗叫做茶山，它是用茶的这个主题呢，然后去做成一颗蒙布朗。这是你私心最爱的吃甜点，我们今天已经吃很多甜点了，好不好？还有点几个小饼干，像这个是兰姆葡萄三明治，就是跟六花亭那个是一样的，因为太想念六花亭了，来试一下。还不错它的奶油层是没有那么厚，可是我觉得味道跟六花亭蛮接近的。但是它的饼干呢是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油的。我跟你讲，六花亭超油，世界第一油，可是世界第一好吃。可是你要买到新鲜的，它就不油，它放越久油耗会越重。我觉得就是来这边点一些点心啊，然后喝个茶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而且它的茶因为非常的淡雅，所以你配这些甜的点心呢是非常的适合。在这100年的石头屋底下吃点心呢，然后顺便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石头屋的历史。像它这个功法呢有2种，像你看哦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叫做人字器，有没有很像一个人？然后另外呢，在我后方的话呢，这个就是叫做丁字器。那它有2个寓意哦，一个就是说它是代表了人丁兴旺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显现就是古时候的智慧，它的这种防震功法，像人字器的话呢是抗地震的左右摇摆，然后呢丁字器的话呢就是抗上下的挤压。真的古人就还蛮有智慧的，其实160年也是古人啊。感觉要喝完这壶茶要喝很久，你只能这样一小杯一小杯的倒，快不了。这是古人的智慧，他就是要告诉你说，你喝茶的时候千万不能心急，要慢慢来，要把心静下来才对。但我们后面好蛮赶的，要赶快去拍人了。我们果然是静不下心来的人，还是得靠马克杯了。对啊，为了要把内容拍给大家看，所以就尽量吧。这间是星星面包店，它是当地呢有名的传统面包店。那大家来这边都会买它的招牌芋头吐司，听说很好吃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来的太晚，它全部都卖光了，所以呢就只能问问看大家你们觉得怎么样咯？如果有吃过的话呢，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们吧。我们现在来走一下坪林清水吊桥。我觉得呢，你只要一站到这里来，马上就会感觉到这里是个能量景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上来马上就是四周立体环绕音响，都是水流声，超级舒服的。
地方啊，非常适合跟你不确定他心意的对象一起来，因为呢，水流声超大声，你万一想要在这边跟他告白，然后他拒绝你，你也可以说哈什么你听错了啦。这边现在很少，他听不到我讲什么。你不是讲什么我听不到，超大声的对。他应该都听不到，也可以这样用哦。我只看到你的嘴巴一直在动，你回去就知道了。他们都已经拄拐杖了，还一起手牵手走路，好浪漫哦。这里是翡翠水库的上游，所以它的水呢特别的清澈干净。那这边呢，旁边两旁都是步道，然后也有人在这边骑脚踏车，所以我觉得天气好的时候呢，来这边骑脚踏车应该也是很舒服的。对啊，走走步道也是很棒的，然后再搭配美食啊、景点，刚刚那些哇，非常丰富。这里分东京真的是超棒的，我以前超喜欢骑摩托车上来的。十方茶社用晚餐，我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店呢？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菜单啊品相非常的丰富，然后有很多茶的特色。重点是呢，你不管是少人数还是多人数，感觉都还蛮适合在这里用餐的。所以你2个人，它菜不会算很大盘，所以你可以点蛮多种啊。人多的话，你就点多一种一点，就还蛮不错的。一坐下来呢，店家马上附上一套茶，觉得超棒了。因为我们也没有点啊，所以表示说这就是这里一个特色标配。真的，我好喜欢这种标配哦。第一道菜，这个叫做茶香豆腐。老板说呢，这是用红茶去卤肉，然后再淋在这个手工豆腐上面。其实坪林这边豆腐也是非常有名，就跟石碇那一带啊都是一样的。因为呢，这个水质很好，所以做出来豆腐特别香甜。这个好吃，我刚才已经先吃了，它的豆香味非常的浓。然后因为它是红茶卤的，所以跟你讲，它的味道很像一种东西，那个尾韵很像，你一定想不出来。我一讲就知道豆浆红茶哦，真的哎，对不对？很酷哦。我们点了3种不同的主食，分别是茶香饭、茶香卤肉饭，然后这个是茶油面线。那我觉得它都做1人份1人份，这样很好，因为大家呢想要吃什么，就是可以各自点不一样的，而且也可以多样性这样子。面线的部分呢，有附这个应该叫做豇豆，又叫做酸豆，我们把它拌进去试试看。茶油面线超香的，然后配上一点酸豆来调味，非常的棒哎。它茶油的香气非常的足够，而且呢咸淡拌的非常的刚好啊，不管你要单吃还是要配菜，我觉得都是很可以的。帮大家吃一下茶香卤肉饭。它的茶香是在那个米上面，那个也是五谷米之类的。我们刚刚在豆腐上面呢也有看到卤肉，可是这茶香卤肉饭里面的卤肉呢，老板说跟刚刚那个豆腐上面的卤肉呢又是不一样的哦。我们从刚刚吃下来呢，就发现说，他们家的味道啊都不会算太重。那重口味的呢可能不会喜欢，不过呢，我觉得更能显出它的高雅。其实我觉得它味道非常的淡雅，很棒，很高级的味道，我喜欢。我刚夹了2块豆腐。然后呢，我就先拍其他东西。结果我女儿说：“我可以吃你的豆腐吗？”她把那个半盘豆腐都是她一个人吃掉的。对，真的是嘴巴叼了就知道有多好吃了。这是茶油鸡，我们刚刚点的是小份的，它的鸡肉好 Q 哦，好好吃哦。而且我刚刚吃到它面线的茶油。是苦茶油，很香很香的。这一道呢，调味就有稍微比较咸一点点了，所以配饭是非常的棒。刚老板说他的茶油还可以再下去拌面，就会比较重口味，当重口味的你可以吃得很开心。
这一份是茶香控肉挂包，哎，这个面皮也是揉了那个茶叶进去。控肉看起来很好吃，我们来吃一下。哇，好香哦！我刚刚拿到那个卤肉的时候，哇，抽到鼻子里面闻超级香的。这么喜欢？很手辣，很手辣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走一个淡雅的路线。它的卤肉呢，不会卤得太油腻啊，放到这个茶香的挂包里面呢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搭。它这个卤肉应该也用茶去卤，应该就是把解药跟毒药混在一起弄这样子，淋漓尽致。对对对。这个挂包啊，我刚吃的时候也是觉得可能上色而已，结果没有，你越咬越有茶香，到尾韵啊，茶香才会慢慢的沁出来，好清新的味道。茶香菜脯蛋，这里面啊还有茶叶，对，黑黑应该是茶叶，等下吃看证实一下。我很好奇里面那个黑黑到底是不是茶叶？应该是，可是我觉得咬进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存在感，反而是吃到那个菜脯烤的感觉。这茶叶混在里面啊，那咬起来的感觉就跟你吃咸酥鸡炸9层塔那个感觉是一样的。这么神奇？高丽菜无需多说，一定好吃。这道是马告高丽菜，你闻的时候的确闻得到那种淡淡的柠檬香气，应该就是马告释放出来的。那高丽菜很脆甜。今天你最喜欢吃哪一道？这道菜呢是红茶腰果鸡丁，没想到连这种所有的餐厅都很容易点到的菜呢，也可以做成茶的特色。它这个肉也是非常结实，土鸡的那种 Q 度，然后吃下去那种红茶的清香。然后这个腰果啊，它没有把它炒得烂烂，它还是保有腰果那种脆度，好吃。是茶油甘蔗笋。我们家今天对这间餐厅的评价非常高，真的每一道都好吃。这茶油啊，融合笋的甘甜味，制造成一个有点抠干的那种味道，非常好吃哎。这里简直就是那种好山好水好食材好茶油全部合在一起，加好厨艺，整个就是非常好吃。推荐给大家，这间很推。我们该结束一天的行程了，来总结一下。以前呢，我对坪林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条大路而已。那老街里面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什么意思。但是今天来呢，整个改观，老街里面还蛮多那种有趣的小店。而且我们根本就拍不完，我们准备大概20几间，然后只能就是运气好看哪些有开，然后呈现一半。所以我们之后肯定会再来这边，会想要再继续来的地方。而且刚刚呢，连小孩也说他们下次还想要再来这边玩。对，因为里面真的很丰富。我们今天的选择呢，都是走比较传统路线一点，但是其实这边呢，现在有非常多那种新潮复古文青小店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试试看。就是在地青农回来这样子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。我跟你讲，这边让我非常的惊讶，就是说真的让我觉得，我们今天走起来都很顺畅，都没有什么人，可是真的逛起来超棒的，我觉得。目前我老街排名，哇，它排到好前面哦，真的，大家没有很久没来看看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